荒岛上，一个黑妹正在抓小鱼，但你绝对想不到她要干什么。她先把小鱼捣碎，然后又扔回到海里。很快就有一条小鲨鱼被血腥味吸引，黑妹调整呼吸，瞅准时机刺了下去。但她要吃鲨鱼吗？并不是。晚上她把鲨鱼挂在了树上，然后悄悄地躲在远处观察。但她睡着了。等天亮时，鲨鱼已经消失。为了查清荒岛的秘密，黑妹狠下了心，又把同伴的尸体吊在树上。到了晚上，她继续等待，这次终于让她看到了。就在几天前发生了海难，黑妹被冲到了孤岛。幸运的是，她还有个同伴，但不幸的是，同伴的身上插了根珊瑚。黑妹把同伴拖到沙滩，然后大声的呼救，但没人回应。她决定自己救同伴，但她没有医疗常识，直接就拔掉了伤口。很快，男人就因为失血过多领了盒饭。他打算离开荒岛，结果绕了一圈又绕回原地。他走进树林，发现一个小营地，翻开包包，只有几件破衣服，还有几瓶1573年的可乐，唯一能用的就是一盒发霉的火柴。黑妹又回到沙滩，把朋友风光大葬。晚上下起了雨，黑妹蜷缩着身体睡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海滩上冲来了很多的鱼。黑妹一边捡一边走，突然她看到一只死掉的鲨鱼，鲨鱼的身上满是爪痕，似乎是遭到过某种生物的袭击，吓得黑妹不敢直视。她赶紧离开，可刚走几步，就发现同伴的尸体不见了。难道这里真的有野兽？是藏在树林里，还是藏在海里？他只能做好武器，迎接未知的危险。而这时，他发现海面上有什么东西，游过去才发现是一个箱子和一个水桶。他潜入水中，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物资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可怕的黑洞。黑洞深不见底，仿佛在吞噬周围的一切。黑妹吓得赶紧游回了岸。到了晚上，天空中飞来一架飞机，黑妹连忙打出信号枪，红色的光芒照亮夜空，随后缓缓落下。一个可怕的身影出现在海面上，黑妹吓得扭头就跑。她拿起长矛躲进了树林，趴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好在怪物没有发现她。第二天一早，黑妹想赶紧跑路，她把行李箱做成小船，可无论怎么尝试都无法平衡。很快太阳就落山了，黑妹只能找个树洞钻了进去。到了晚上，同样的时间，怪物又来了。黑妹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但还是被怪物发现了。怪物在外面不停地撕咬，好在树皮够厚，黑妹捡回了一条命，但躲得一时躲不了一世。她决定要看一看这个怪物究竟长什么样。她先后用鲨鱼和飘到岸上的尸体做诱饵，终于让她看到了怪兽的样子。怪物把尸体拖到了海里。这时天空飞来了一架飞机，黑妹刚准备求救，怪物就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只好再次屏住呼吸躲过一劫。第二天一早，黑妹找来了一块帆布，她根据怪物的身高做了一个吊床，心想着总能睡个好觉了。可到了晚上，怪物再次出现，直接一把就把她掀了下来。原来他只算了身高，没有算臂展。黑妹吓得撒腿就跑，但怪物实在是太快了，没几下就跳到她面前。黑妹拿起长矛刺向怪物，却被怪物扔飞了好几米。危在旦夕之际，天空划过一道闪电，等黑妹反应过来时，怪物已经消失了。天亮后，海上飘来一艘救生筏，黑妹游过去才发现是自己的男友和他的朋友。黑妹给他们开了椰子，烤了鱼，还拿出珍藏的1573年可乐招待他们。她告诉男友，吃完就赶紧走，不然就会被怪物吃掉。男友不相信，觉得她说的太假，他坚持要等待救援。不久，黑妹就发现他俩有故事，瞬间她感觉自己的天空都变绿了。于是她收拾物资，打算自己走。可她还没到海边，就被两人发现。两人飞速的跑来，把她从船上拉了下来，然后打晕了她。醒来时，黑妹已经被捆在树上。男友嘲讽着黑妹：“你不说晚上就会有怪兽吗？在哪儿呢？”另一边，长发妹正在海边散步，她并不知道危险已经向她悄悄靠近。一只怪物袭击的女人，尖叫声吸引了男人注意。她拿起火把前去查看，却被怪物一拳捶飞了好几米。紧接着，怪物跳回海里，拖走了长发妹。男人被这一幕吓傻，说什么也不肯从树上下来。直到黑妹说怪物不会在白天出没，可都不想待在荒岛。男人变得积极起来，主动帮黑妹整理物资。他们又抓了很多蓝色的鱼，然后烤成鱼干，裹上防水布。就这样，他们出发了。可还没走多远，就有一个巨大的身影游过海面。惊呆之余，怪物一个回手掏，差点就把男人拉下去。两人赶紧拉上拉链，躲进船舱。怪物开始破坏船底，接着把头伸进船舱。男人赶紧拿信号枪射击，才终于赶跑了怪物。还没等两人缓过神儿，黑妹瞬间被拽了下去。怪物拖着黑妹游向海底，黑妹急中生智，掏出小刀，用力地刺向怪物。怪物吃痛，放开了黑妹，然后缓缓游向海底。这时，男人也跳进海里。他看怪物走了，想来个英雄救美。怪物感觉受到了侮辱，又游了回去。男人还没来得及反抗，就被怪物抱住，拖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洞。黑妹再次回到岸边，她的眼神开始充满坚定。既然逃不掉，
那就跟怪物拼了。黑妹开始制作大量的长矛，然后摆上一圈柴火堆。等到晚上，怪物再次出现，黑妹把怪物引入柴堆，然后点燃了火堆。怪物被这大火吓住了，站在原地不敢动。黑妹拿出准备好的长矛，趁机插向怪物，然后又快速的跑开。当他再次攻击时，却被怪物一巴掌拍飞，紧接着就被怪物拎了起来。黑妹掏出身上的木棍，对着怪物疯狂输出。怪物吃痛放下了他，黑妹赶紧逃跑。他拿上备用的长矛，打算给怪物最后一击。可这时的怪物已经身负重伤，他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便领了盒饭。经此一战，黑妹一战封神。但你以为那么大一个黑洞就只有一个怪物吗？这时天空飞来了一架飞机，黑妹刚准备求救，怪物就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只好再次屏住呼吸，躲过一劫。第二天一早，黑妹找来了一块帆布，她根据怪物的身高做了一个吊床，心想着总能睡个好觉了。可到了晚上，怪物再次出现，直接一把就把她掀了下来。原来他只算了身高，没有算臂展。黑妹吓得撒腿就跑，但怪物实在是太快了，没几下就跳到她面前。黑妹拿起长矛刺向怪物，却被怪物扔飞了好几米。危在旦夕之际，天空划过一道闪电。等黑妹反应过来时，怪物已经消失了。天亮后，海上飘来一艘救生筏，黑妹游过去才发现是自己的男友和他的朋友。黑妹给他们开了椰子，烤了鱼，还拿出珍藏的1573年可乐招待他们。